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罐头，看似方便又美味，很多人家里橱柜里都储备着几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然而，你以为买罐头只是为了贪图方便吗？事实上，每打开一罐食品，我们可能正把隐藏的防腐剂和有害化学物质吃进肚子。罐头食品因为长期保存，需要经过高温高压处理，有些还会添加各种添加剂来保持风味和卖相。长期食用，不但营养流失，还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伤肝伤肾，对健康造成慢性危害。今天我们就要揭晓罐头界10大黑名单，这些藏在超市货架上的隐形杀手，其中有的危害甚至比地沟油还要严重。尤其排名第一的那一款，许多人还以为它是营养补给，每天喝，结果等于天天喝糖浆。你家橱柜里肯定也有它的身影。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从第10名开始盘点，看看哪些罐头食品上了黑名单。首先登场的是罐装蔬菜，包括玉米粒、绿豌豆、蘑菇、竹笋等等各种蔬菜的罐头。当新鲜蔬菜随处可得时，如果你还常吃罐头蔬菜，那真的要当心了。为了延长保存，这些罐头中的蔬菜通常浸泡在盐水或糖水中，高钠高糖不说，关键是经过高温杀菌处理，蔬菜中的维生素已经损失殆尽。你打开一罐玉米或青豆，吃进嘴里的纤维和淀粉有一些，但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 等营养素所剩无几，还平白多吃进不少盐分。更可怕的是，罐头内壁通常涂有一层树脂来防锈，其中可能含有双酚 A 等化学物质。像玉米、蘑菇这类偏酸性的蔬菜内容物，长时间与罐壁接触，可能将双酚 A 溶出到食物中。双酚 A 是一种环境荷尔蒙，会干扰内分泌，长期摄入可能影响肝脏代谢，甚至被怀疑和肥胖、生殖问题相关。虽然各国陆续管制双酚 A 在婴儿食品容器中的使用，但许多普通食品罐头内壁依然含有它。当你为了一时方便大口吃罐头蔬菜时，潜藏的化学毒素却可能悄悄进入体内。此外，罐装蔬菜通常含有过量的钠，罐头中的腌制竹笋、腌菜类常加入盐水防腐，一小罐就可能含有人体一天所需1半以上的钠。高盐饮食会升高血压，加重肾脏负担，长期下来对心血管和肾脏健康都非常不利。如果罐头密封不良或存放过久，还可能滋生肉毒杆菌等致命细菌，轻则食物中毒，重则危及生命。总之，当新鲜蔬菜唾手可得，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去吃营养严重流失又潜藏风险的罐装蔬菜。想想看，为了一点便利，把健康当作代价，值得吗？接下来是很多人懒得煮饭时的救星罐头，浓汤、烩菜或咖喱罐头。打开一罐汤，倒进锅里稍加加热，就能喝到所谓美味浓汤。或者把罐头红烧牛肉一倒出来，热一热就成了一顿饭菜。但你可知道，这样的方便餐其实是盐分炸弹。许多罐头汤为了调味很防腐，每100毫升就含有数百毫克的钠。一罐标称2人份的玉米浓汤，整罐往往接近2000毫克钠，相当于吃下5克以上的食盐。这还只是汤品，若是炖牛肉、咖喱等罐头料理，为了模拟长时间炖煮的入味效果，盐放得更重，一顿吃下肚，等于当天盐摄取量严重超标。你的肾脏得长时间加班替你代谢这些钠。高盐分除了伤肾、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也会找上门。而且罐头汤类往往还加入了味精等增味剂，喝完后口干舌燥，让人猛灌白开水，结果只会加重水肿。不仅如此，许多浓汤罐头还含有大量饱和脂肪，像奶油蘑菇汤、南瓜浓汤之类。为了口感浓郁，加入奶油或氢化植物油，脂肪含量极高，长期下去，血脂升高，脂肪肝和动脉硬化的风险也跟着上升。罐头汤在制作过程中经高温处理，维生素几乎全军覆没。你可能觉得喝碗蔬菜汤能暖胃又补充营养，但事实是，你喝到的多是热量、钠和一些软烂的纤维，却几乎没有新鲜蔬菜中的宝贵营养。更不要提罐头包装本身的风险依然存在，酸性的番茄汤、咸的肉汁都可能让罐内壁的有害物质溶出。偶尔救急喝1-2次未尝不可，
但若你习惯性将罐头浓汤当成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那可真要小心了。肾脏和肝脏每天帮你代谢这些过量的盐和添加物，有苦难言。说到罐头里的下饭菜，许多人立刻会想到豆豉鲮鱼罐头。打开铁盖，金黄酥香的油炸鲮鱼浸在浓郁的豆豉酱汁中，光闻味道就让人口水直流，一罐配上几碗白饭都不成问题。这道广东经典罐头虽然美味，背后的健康隐患却不容小觑。首先，豆豉鲮鱼本身属于油炸食品，制作时将鲮鱼在油锅中炸酥，再浸泡在油脂丰富的酱汁里。一罐打开，上面往往飘着一层厚厚的油，这些油很多是反复高温油炸后的氧化油脂，含有对肝脏有害的氧化产物，长期吃可能导致肝细胞受损，并提高脂肪肝的风险。此外，豆豉酱汁咸香十足，离不开高盐的腌制，整罐罐头含盐量惊人，一口接一口配白饭，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超标的钠。高盐饮食不仅伤肾，还会引发高血压和胃癌等问题。事实上，中国传统的腌鱼早已被研究证实与某些癌症相关。举个例子，广东人爱吃的咸鱼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，因其中的亚硝基化合物对人体有明显致癌作用。虽然罐装豆豉鲮鱼经过高温灭菌，相对卫生，但其高盐本质仍不可小觑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食品安全检测中，某些品牌的豆豉鲮鱼罐头曾被验出孔雀石绿等有害化学残留。孔雀石绿是一种鱼类养殖中非法使用的化学物质，具有致癌致突变风险。本世纪初，香港和内地就爆出过豆豉鲮鱼含孔雀石绿的事件，知名品牌也未能幸免。试想，本以为吃的是安全的熟鱼罐头，却可能将致癌物一并吃下，这代价也太高了。所以，即便豆豉鲮鱼再好下饭，我们也不能经常食用油脂、盐分，甚至潜在的致癌物，对肝肾都是极大的考验。如果家里还囤着好几罐，建议留作非常偶尔解馋，1-2个月吃上一罐已经够多，绝不可3天2头就打开来下饭，不然你的肝脏和肾脏可是要替你的味蕾默默承受这些伤害。许多人喜欢在稀饭或泡面旁边来点腌菜罐头，比如酱瓜、榨菜、泡菜罐头等，开胃又下饭。然而，这些咸香刺激的腌制蔬菜，实则是健康的隐形杀手。腌制类罐头最大的问题就是盐含亚硝酸盐含量极高。为了长期保存和风味，酱瓜、榨菜在腌制过程中大量使用食盐，制成罐头后依然泡在盐水或酱汁里。一小包榨菜入口，其实含有惊人的钠含量。不少人早晨吃粥配半包榨菜罐头，这半包下去就可能摄入超过一整天的建议盐摄取量。如此高盐，直接刺激胃黏膜，长期容易诱发胃溃疡和胃癌，更别提对肾脏的伤害。肾脏要不停地帮身体排出多余的钠，不胜其扰，时间久了，肾功能都可能下降。除了盐，腌制菜在发酵和保存过程中还会产生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本身会与血红蛋白结合，引起缺氧，而更可怕的是，它在胃中可能转化为亚硝胺，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。特别是在腌制时间过长或保存不当时，亚硝酸盐含量会激增。如果你打开罐头腌菜，闻到异常刺鼻的味道，或者颜色鲜艳得不自然，都要当心是否亚硝酸盐超标。一些黑心厂商为了让腌菜卖相诱人，甚至会非法添加色素和防腐剂，进一步增加肝脏解毒负担。流行病学调查早就指出，长期爱吃腌菜的人，胃癌发病率明显偏高。东亚地区胃癌高发，就和重咸饮食习惯脱不了关系。榨菜罐头、辣萝卜干罐头等虽然下饭爽口，但其中的盐和亚硝胺可能在你毫无察觉时埋下肠胃癌变的种子。同时，高盐也会促进钙质流失，导致骨质疏松风险增加，可谓一举数害。要享受食物的风味，大可以用新鲜蔬菜、天然香料来调味。真的想吃腌菜，也尽量选择低盐配方，新鲜少量腌制，且适度食用。至于那些工厂批量生产，100就是好几年的腌制菜罐头，能不碰就别碰吧。你的胃和肾会感谢你的明智选择。小时候，很多人都把水果罐头
当成美味的点心，打开玻璃瓶或铁罐，黄澄澄的黄桃，晶莹透亮的荔枝，甜滋滋的糖水凤梨，光看就让人垂涎。然而，这些看似多汁诱人的水果罐头，其实是泡在糖浆里的陷阱，吃多了对健康百害而无一利。首先，水果罐头几乎都浸在浓糖水中，为了长期保存和维持水果的口感，厂商会在罐中加入高浓度糖浆。一罐糖水黄桃，糖浆甜度媲美蜂蜜，你吃下一块黄桃，就相当于裹着糖一起吃进肚子。一罐水果罐头下来，往往摄入数十克的糖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果糖糖浆这类添加糖，特别容易转化成脂肪，储存在肝脏，引发脂肪肝。过多的糖还会促使胰岛素飙升，长期看来增加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。而且果糖代谢会额外产生尿酸，爱吃甜罐头的人还可能更容易痛风。其次，经过高温蒸煮和长时间存放，水果中的营养素，特别是维生素 C， 基本已被破坏殆尽。罐头里柔软的桃子、凤梨尝起来甜甜嫩嫩，可它们的营养价值远远比不上新鲜水果。你以为吃水果罐头也算是吃了水果，但实际上只是喝下了一肚子的糖水，却没有得到新鲜水果的纤维和维他命。此外，某些廉价水果罐头里还可能添加人工色素和香精，比如鸡尾酒什锦水果罐头中那颗鲜红的糖制樱桃，多半是用人工色素染出的艳红色。长期摄入人工添加剂，对肝脏的解毒能力是个挑战。一些国家对人工色素的使用设有每日摄取量上限，但如果你经常吃含色素的加工食品，难保不会累积过量。有营养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水果罐头根本不能算水果，只能算含有水果的甜点。听到这里，你还会把它当成健康的果腹食品吗？如果家里还囤着一堆糖水水果罐头，劝你尽快清掉。想吃水果就买新鲜的，既有营养又没有额外的精制糖负担。糖浆泡出的甜蜜，最后很可能变。不少人从西式早餐或英式料理中认识了茄汁菊豆罐头，也就是茄汁豆，白豆浸在红彤彤的番茄酱汁里，看起来好像既有豆类的蛋白质纤维，又有番茄的茄红素，很健康的样子。但事实完全相反，茄汁豆罐头其实是个伪装成健康食品的糖盐陷阱。首先，茄汁豆的酱汁含糖极高，为了让口感酸甜适口，厂商在番茄酱汁里加了大量的糖，每100克茄汁豆中糖含量可能高达10几克。有人形容茄汁豆里的糖甚至比可乐还多。想想看，早餐来半罐茄汁豆，下肚的糖相当于灌了一瓶含糖汽水，那血糖得飙多高？肝脏要立刻忙着把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脂肪存起来，日积月累，内脏脂肪和脂肪肝就不请自来了。而且番茄酱汁的酸性也不低，会促进罐头内壁释出更多金属离子或双酚 A， 让你在甜蜜中额外吞下看不见的毒素。其次，别忘了茄汁豆罐头也是罐头食品，为了保存也少不了盐巴，豆子本身无味，全靠酱汁调味。一罐茄汁豆的钠含量常常高得吓人，如果当作配菜整罐吃光，钠摄入量足以让营养师捂脸。高盐也会进一步提高罐头中亚硝酸盐转化为亚硝胺的风险。豆类富含蛋白，长期泡在腌制环境中，也不排除部分蛋白和亚硝酸反应生成致癌物。虽然茄汁豆没有像腌肉那样直接添加硝酸盐，但长期大量吃，风险依然存在。更尴尬的是，很多人买茄汁豆觉得它方便，又以为能补充点豆类营养。然而罐头加工过的豆子早已煮得过软，部分维生素流失，而且长期浸泡在高糖高盐的环境中，对肠道有益的可溶性纤维也被破坏不少。你吃进去的只剩淀粉和热量罢了。所以别再被茄汁豆罐头健康的假象给欺骗了。真的想吃豆类补营养，干豆提前泡发自己煮是更好的选择，或者至少选择低盐低糖配方的豆类罐头。而那些甜咸兼备的茄汁豆只适合偶尔解馋，绝不能天天吃，常常吃，不然你以为在养生，实则在给肝脏和肾脏增负担。番茄可以说是营养丰富的健康食材，但一旦装进罐头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番茄罐头包括整粒去皮番茄，
番茄块甚至番茄酱罐头在内，竟然被营养学家列为应该避免购买的食品之一。其原因就在于番茄的酸性会把罐头的隐形毒素逼出来。番茄富含有机酸，尤其是罐头中常见的番茄酱汁，酸度不低，这些酸会逐渐腐蚀罐头内壁的涂层和金属，使其中的有害物质渗入食物。刚刚提到过的双酚 A 在这里首当其冲。实验显示，装有酸性番茄制品的罐头中 BPA 溶出的概率和含量都远高于中性食物罐头。换言之，每吃一口罐头番茄酱，你可能都同步吃下了一剂干扰荷尔蒙的化学物。双酚 A 极性毒性不高，但它类雌激素的作用会干扰人体内分泌。统计发现，经常接触 BPA 的人更容易出现肥胖、胰岛素抵抗等问题，甚至孩童的多动症、性早熟风险都增加。肝脏是代谢 BPA 的主要器官，长期超负荷的处理这种外来物质，对肝功能的损害不容忽视。此外，罐头的金属元素如硒、铁在强酸环境下也可能溶出。虽然法规限制硒的迁移量，但存放时间越长，风险越大。吃进过量金属离子，对肾脏等器官同样有潜在危害。除了包装的问题，番茄罐头本身也通常加了不少盐来调味和防腐。如果是调理过的番茄酱罐头，还可能含糖。所以别看番茄原料健康，一进罐头深似海，营养打折扣不说，额外的盐糖倒是不少。茄红素等抗氧化物质在高温灌制过程中损失许多，你吃罐头番茄未必比新鲜煮番茄吸收到更多营养。不管是拿罐头番茄来做意大利面酱，还是直接食用番茄罐头，都不是明智之举。现在超市其实有玻璃瓶装或纸盒包装的番茄制品，更安全一些。如果只能买铁罐装的，开罐后最好立刻换装到玻璃器皿，不要让食物长时间留在金属罐中，别让方便的番茄罐头成了你肝肾的负担。荷尔蒙的搅局者，罐头食品中，鱼类罐头一直有2级的评价。有人说它方便营养，是优质蛋白来源，也有人说小小一罐潜藏大危机。实际上，鱼罐头的问题主要在重金属和钠这2方面，尤其以金枪鱼罐头为代表。我们都知道，大型海鱼容易富集汞等重金属。金枪鱼作为食物链顶端的鱼类，体内汞含量往往不低。制成罐头后，汞仍然残留在鱼肉中。人体摄入汞会伤害神经系统和肾脏，孕妇体内过多汞还会影响胎儿发育。因此，许多国家建议孕妇少吃金枪鱼。普通人代谢能力虽然强一些，但如果连续长期吃大量金枪鱼罐头，汞在体内蓄积，也足以对肾脏造成损伤。过去就有案例，一些健身人士为了补充蛋白质，每天吃金枪鱼罐头，结果出现汞中毒症状，不得不紧急停止并接受治疗。可见，再好的营养也要适量，过犹不及。除了汞，某些鱼罐头还可能含有镉等其他重金属或持久性污染物。如果原料鱼来自受污染海域，难免夹带有毒物质，这些都需要肝脏解毒、肾脏排出。一旦超出负荷，就会造成器官损害。鱼罐头的第2大问题是高盐，不论是油质还是水浸罐头，为了防腐和调味，都添加了不少食盐。一小罐140克的金枪鱼罐头，钠含量可能高达300-400毫克以上。如果是酱汁更重的，如番茄沙丁鱼罐头、酱烧青鱼罐头，钠含量更是爆表。经常吃这些罐头，相当于把肾脏长期浸泡在盐水里工作。更糟的是，有些人喜欢拿鱼罐头配粥配酒，不知不觉就吃下一堆钠和热量，还以为这是在补身体。另外，鱼罐头在加工过程中难免会加入防腐剂或抗氧化剂以保持风味，比如亚硫酸盐等。这些添加剂吃多了，同样需要肝脏分解、肾脏排泄。一些劣质鱼罐头甚至为了掩盖原料不新鲜，添加过量的浓重调味料和香料，长期食用对肝肾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当然，我们并非说鱼罐头一口不能碰，优质品牌的鱼罐头在食品安全上还是有保障的。偶尔吃1-2次补充蛋白也无妨，但务必要选择信誉良好的品牌，并控制频率。比如金枪鱼罐头，每周最多吃1-2罐；孕妇和儿童尽量避免口味浓重的沙丁鱼罐头。
青鱼罐头则仅作为偶尔解馋即可。千万别天天把鱼罐头当减肥餐或下酒菜，那样肝肾迟早有一天会吃不消。说到罐头里的常青树，午餐肉罐头绝对榜上有名。从战争年代的军粮到现代超市的常备品，小小一罐午餐肉活跃在无数人的厨房。很多人煮泡面喜欢加几片午餐肉，或者早晨煎一块夹面包，觉得美味又能提供蛋白质。然而，午餐肉罐头可以说是健康的大敌，甚至被专家点名为可以不吃就坚决不吃的加工食品。首先，午餐肉属于加工肉类，这类食品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5年列为1级致癌物。换言之，它的危害级别和香烟和砒霜同一级别。这并不是耸人听闻，而是基于大量统计发现，经常吃加工肉的人，大肠癌、胃癌等发病率显著升高。问题就出在午餐肉中的亚硝酸盐防腐剂。为了防止肉毒杆菌中毒，同时让肉色鲜嫩诱人，制造商会在午餐肉里添加硝酸盐、亚硝酸盐。然而，亚硝酸盐在人体内，尤其是胃中，容易与蛋白质分解产物结合，形成亚硝胺这类强致癌物。长期爱吃午餐肉，等于不断给身体提供制造致癌物的素材。另外，烹调午餐肉时，如果高温煎炸，亚硝胺生成更多，危害更大。除了致癌风险，午餐肉几乎是盐和脂肪的混合块。为了延长保质期和提味，午餐肉盐含量极高，一罐午餐肉往往含盐10几克，远超人体一天需要。难怪它尝起来那么香咸。钠摄入爆表会造成高血压，肾脏负荷过重，还容易引起水肿。再看看脂肪，优质午餐肉使用猪腿肉还好，便宜午餐肉大量使用猪肥肉和皮冻，脂肪比例惊人。一份午餐肉下肚，饱和脂肪摄入量可能接近全天上限。如果经常吃，不出几年，血管里的胆固醇斑块、大腹便便的脂肪肝，恐怕就找上门了。更别提很多午餐肉罐头为了调味，还加入了糖、味精等隐形成分，长期食用不仅增加热量，还可能改变味觉，让人越吃越重口味。此外，罐头食品中普遍存在的双酚 A 风险，在午餐肉这种油脂丰富的环境下也不容忽视。有研究指出，双酚 A 更容易溶解在高脂肪的食品中，而午餐肉罐头正是高脂高盐的完美培养皿。综合来看，午餐肉尽管方便美味，对健康的破坏力却相当惊人。难怪有心脏科医生直言，自己从不买任何午餐肉罐头。如果你关心家人和自己的健康，这种加工肉之王还是敬而远之为妙。想吃肉就买新鲜肉类，自己烹调吧，至少没有多余的致癌添加物和过量的盐油。千万别拿罐头午餐肉当日常菜肴，长期吃伤肝伤肾，还可能致癌，得不偿失。终于来到黑名单之首，也就是危害最大又最容易让人掉以轻心的植物蛋白饮料罐头。这类产品包括花生奶、杏仁露、核桃奶等罐装饮品，其中尤以某些标榜补脑健脑的核桃饮料最为流行。广告常宣称经常用脑，多喝6个核桃，不少家长和上班族就奉为圭臬，每天来一罐，以为能补充营养，强身健体。殊不知，你每天当营养品灌下肚的核桃饮料，其实主要成分是水和糖，营养价值微乎其微，危害却不小。以市售知名品牌的罐装核桃饮品为例，每罐约240毫升，其中核桃的含量可能不到 5%， 而添加糖却有将近20克。换句话说，所谓的核桃饮料 95% 是糖水加一点点核桃香味而已。你花钱买到的核桃营养，恐怕连2颗真正的核桃都比不上，但其中的糖分热量却一点不少。天天喝一罐，相当于天天多喝下一罐含糖饮料，时间一久，体重飙升，脂肪肝找上门，血糖代谢失调，怎会不发生呢？肝脏是处理果糖和糖分的主要器官，过多的糖让肝脏忙于将其转化为脂肪储存，久而久之，脂肪肝就来报道了。很多年轻人不爱喝白开水，却把这种核桃露当健康饮品，结果肝指数异常，自己还蒙在鼓里。有媒体曾调侃，要想靠喝这种核桃饮料真正获得相当于吃下6颗核桃的营养，恐怕得一口气连灌720罐。可见这种所谓养生简直是在交智商税，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。
更可怕的是，这类植物蛋白饮料往往打着高钙高纤的旗号，实则每项营养素含量都很有限，反而因为过甜，让人忽略了健康饮水的习惯。长期拿这些罐装饮料代替牛奶、豆浆或白开水，身体迟早要闹出问题。过量的糖分除了伤肝，还会促进胰岛素抗性，让胰脏过劳，诱发第二型糖尿病。同时，糖摄入过多与肾脏负担也密切相关，糖尿病是慢性肾病的一大主因，而持续的高血糖状态会损伤肾脏的过滤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你天天喝的养生核桃奶，可能正把你往糖尿病和肾病的道路上领。除了核桃饮料，许多罐装花生奶、杏仁茶等本质也差不多，要么含糖惊人，要么脂肪极高。比如花生奶，有的每瓶脂肪含量超过10克，加上糖，同样热量爆表。杏仁露则常用香精模拟杏仁香味，真正杏仁含量有限。有些打着谷物营养旗号的蛇井谷物饮品，也不过是糖加香料勾兑出的假健康饮料。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包装上营养2字醒目，口感香甜诱人，但内里虚有其表，喝多了百害而无一利。也许有人说，植物蛋白饮料偶尔喝着玩，未尝不可，但问题就在于它们常常伪装成每日一罐，强身健体的健康形象，诱导消费者天天饮用。当你把它当水喝，当补品灌的时候，危险就悄然而至了。所以把这类饮料放在黑名单第1名，实在是实至名归。相比之前那些罐头，至少你知道午餐肉是加工肉，不该多吃。可核桃露这种饮料，很多人以为是在补身体，实际却是在慢性自杀。各位，看完这10大黑名单，是不是大吃一惊？罐头食品方便是方便，但隐藏的健康代价也相当高昂。我们的肝脏和肾脏每天默默替我们解毒排泄，而当我们肆无忌惮地摄入这些高盐、高糖、高添加的罐头食品时，就是在透支它们的功能。长期下去，各种慢性病、肝肾损伤就会慢慢浮现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真的该好好检视一下橱柜里的罐头存货了。那些上榜的黑名单罐头，能扔的赶紧扔，能少吃就尽量少吃。未来选购食品时，多选择新鲜食材，实在需要方便，食品也尽量挑选低盐、低糖、包装安全的产品。保护我们的肝脏和肾脏，其实就是在延长自己的健康寿命。希望今天的揭秘能给你提个醒，别让一时的省事便利换来日后漫长的健康账单。现在就行动吧，清理你的橱柜，将健康还给自己和家人。